造出第一台人類能用的折疊屏已經過去了差不多5年了。Fold 們对比起以前來說，已經是大變樣了，大致是经歷了3个階段吧。如果說一開始主要考慮橫折、豎折、內折、外折到底咋折的問題，那下一個階段就是在解決凡人的折痕、重量、厚度，讓他們能夠體面的塞進口袋裡面。那我覺得現在可以說到了下一個階段，終於，廠商們記起來了，折疊手機它還是一台手機，如果做不到比直板手機更好的話，是不是有點過分？榮耀 Magic V3 拿到手上真的太薄了，翻到背面 C 口溢出來一點點，指紋模組溢出來一點點，我甚至感覺鏡頭模組都比機身要厚一點，就簡直離譜。重量嘛也輕了1咪咪，不錯。攝像模組這一回雖然是圓形，但是被8邊形包住，明示8邊形戰士是吧？知道的小夥伴可能才知道，這個設計可是跟以前榮耀的折疊屏手機都不一樣。直到我看到了這一次一起發布的小弟 Magic VS3，原來在這裡。形狀跟以前倒是傳承了，但是3顆攝像頭就要有1顆不對齊，夠絕。之前我還覺得榮耀的折疊屏只是一台薄的折疊屏，現在真的是薄到另外一種感覺了。說個過分的，像台手機。這是我繫在 iPhone 上的卡包，我的門禁卡就放在這裡面，這是它的厚度。而這是 Magic V3，把手機做到比一個繫在手機上的配件還薄，有點數碼冷笑話的感覺。這個厚度能塞進去5150毫安時的電池，把防水也做上。這已經不是在挑戰空間堆疊了，是在挑戰 C 口厚度，總不能把有線充電給去掉吧？啊，對了，這一次榮耀終於把50瓦的無線充給加上了，該不會是提前給未來折疊屏手機布局吧？買榮耀手機，你要不是細看的話，沒準會覺得怎麼總是這些熟悉的功能。但我覺得沒輕易立項新的功能，在老功能上不斷優化，反而是一種優點。話說你們有沒有那種手機上面特別喜歡的功能，過了幾代之後就沒有了的那種體驗？估計有不少品牌的用戶會有共鳴。這個是榮耀的平行空間，也不是第一次見了。簡單來說，它是一個獨立運作的系統空間。它這個平行空間裡面啊，它的應用是被複製的，而不是剪貼進來的。然後它的這個數據啊，還有信息啊，都是不互通的。所以說，甚至可以雙開2個遊戲，然後去登錄不同的賬號。然後最離譜的是，它這個平行空間是可以分屏的，你看全幅窗。所以說，你甚至可以4指連彈那樣子玩遊戲。像是文件也可以移進來，然後呢可以加密保護。具體咋個加密法呢？2個手指這麼一劃了，就會打開平行空間，輸入你提前為平行空間設置的密碼或者是指紋才能進入。對了，內屏默認劃開之後是分屏的狀態，想要藏起來的圖片文件可以拖進去，這一劃了又能全屏使用了。你還可以給你的平行空間綁定對應的手機號，那一個號碼的來電和短信正常使用的時候就不會提示。通話記錄也只會顯示在平行空間裡，而且榮耀的考慮還不止這些。平行空間裡面的應用權限是要單獨管理的，默認不允許訪問位置和設備標識，就連位置權限也強制只能給一次性的，除非你去設置裡徹底把權限打開。在平行空間裡，就連輸入法都要用離線版的，簡直是比我還要謹慎，離譜。榮耀還有個很有意思的功能，任意門。我之前也在榮耀的直板旗艦上面體驗過。簡單來說呢，你可以拖動文字、圖片還有鏈接，系統就會推測你可能要做的交互，為你處理。舉個例子啊，這裡有一串口令，你只需要長按，然後往邊緣上面拖，這裡的一大截圖標就是 AI 猜測的你可能要用到的 App， 拖過去呢就能呼出使用。餐廳可以拖去導航，鞋子可以直接搜圖，梗圖可以發給朋友，也能直接收藏。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想到啥離譜的玩法？因為是小窗，在內屏裡你甚至可以一手導航，一手團購，甚至當場比比價格。对了，你也可以用任意門把圖片塞進平行空間。它是一個好玩的，你看它這個小程序啊，它這個圖片和文字都是可以分別拖進任意門的。你看我這個圖片，去搜搜圖，那這個文字呢，我就可以拿去導航。
我感覺啊，這些功能再這樣演進下去，榮耀有機會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系統操作刻板印象。我有時候都已經弄不清楚截圖到底是3指下滑還是指關節敲2下了，甚至護眼這種基礎能力，榮耀也是一直在迭代。這一次直接張羅出一個護眼功能專區，顯示設置裡面放不下了是吧？高頻 PWM 和低藍光只能算是1.0，榮耀的腦洞已經想到屏幕參數以外的東西了。離焦視力舒緩，據說是根據你看手機的時間調節圖像的色彩，模擬眼睛遠眺的觀感來放鬆，簡直是誇張好吧？很好，快进到了以後看書看累了，獎勵自己玩會兒手機，讓眼睛休息一下。还有這一次的折疊屏手機用到的鉸鏈，據說是之前魯班架構的全新版本。總的來說呢，就是在盡量不犧牲可靠性的基礎上，給手機減重。鉸鏈我試了一下，悬停的时候大角度和小角度会有一喵喵的晃，手感不是那種顺滑的类型，折痕在现在的狀態下不算明顯。為了給 Magic V3 扣出來更多的重量，後改換了金屬邊框，也用上了自研材料。在輕薄的前提下 ，Magic V3 還塞進去了一顆長焦，我也試着拍了一些，給大家看一下效果。還有這塊屏幕，據說也上了新材質，我到手之後直接就把膜給撕了，起碼不會這膜還沒撕。再講個好玩的，榮耀這一次的筆記本也是往輕薄了造。這次的 MagicBook Art 14，據說也用上了魯班架構，有多薄呢？這下要和折疊屏比厚度了是吧？你看這包裝盒吧，估計比大部分的平板的包裝盒都要薄。在這麼薄的情況下，還能塞下 A 口和 HDMI 口，而且你看看這是啥？為了讓這個屏幕邊框更窄，效果更震撼，好家伙，把攝像頭流放到這兒來了。要用的時候再啪嗒吸上來，優雅。总的来說呢，從現在的時間點來看，我覺得榮耀 Magic V3 和 Magic VS3 都是很有意思的產品。在折疊屏的厚度和重量追求到接近極限了之後，如何讓折疊屏手機在使用上完整的包含甚至超過直板旗艦的體驗？我覺得榮耀的回應就是往確定的路線上持續的努力。新功能不是新賣點，而是定義出一套新的使用習慣。硬件努力減重，把折疊屏手機做成更強的手機，而不是某種代餐。感覺榮耀的折疊屏已經走在了自己的路上。OK， 那麼這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、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